原著中，皇帝一共有10个皇子，5个公主。三皇子绝对是众皇子公子中的异类，因为他总是不走寻常路，某些想法也异于常人。尤其在3公主、5公主在自己府中养了一大堆男宠的情况下，三皇子竟然是个不婚族。他对婚姻之事的看法，原著中这样写道：大丈夫当志在四方，又岂能喜怒困于妇人之手？所以他只能纳姬妾不离正妃，后院诸事皆由专业人士统筹管理，多么和谐，多么太平。三皇子这样就是理直气壮地做着海王，要是他生活在现代，肯定就如过街老鼠一样。不过是在3妻4妾成群的古代，尤其是还生在了帝王家，不娶正妻还真是特立独行了。这样一个明明不懂感情的人，到底如何在关键时刻3次为凌不疑和少商的感情审助攻呢？1. 凌不疑冲冠一怒为红颜，为少商痛打8位大臣，被皇帝下令命三皇子责打。在皇后的寿宴上，与5公子交好的8位大臣之女特邀前来为皇后献舞，结果8位小姐见少商能够嫁给他们心心念念的白马王子凌不疑，便心生妒忌，仗着5公主的事，想要整蛊少商，为自己出口气。刚好那天少商和他们8位小姐一起经过宫中的池塘边，其中几个便拦住跟着少商的丫鬟，另外几个趁少商不注意，便把他推入了池塘中。那池塘的水也不深，少商最多是打湿衣服，比较狼狈。几位小姐认为少商看在他们是5公主请来的客人，不会肆意的去得罪，多半会忍气吞声。结果他们大错特错了。从万老太太寿宴和玉昌郡主生日宴上，少商的作为来看，他可是睚眦必报的人。皇后寿宴结束当晚，他就使了个小小的恶作剧，让这8位小姐第2天一早起来就被粪泼得没脸见人。因为少商觉得这是小事，自己能处理，就没有告诉凌不疑。结果凌不疑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少商一点也不依赖和信任自己，和少商大吵一架后更生气了，跑去把那8家大臣全打了。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只要凌不疑和皇帝讲清楚事情原委，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可最后一位大臣当时正在御史台上上班，凌不疑当着所有御史台大人的面把人给打了，这下事就闹大了。皇帝一气之下要将凌不疑流放，前来求情的少商闻言也要跟着凌不疑一起去流放。皇帝很满意，于是让凌不疑写悔过书，外加痛打50大板就算了。这50大板的执行人正是三皇子。少商一下子就绷不住了，因为他自己被萧元仪打过10大板，知道那种痛的感受。他更加知道这样打下去，凌不疑多半会被打残。他不仅大骂了三皇子，甚至慌得用石子打了三皇子的头。三皇子气得想打人，可是他又不能真的对少商动手。本来这次打凌不疑就是皇帝事先授意，瞒着凌不疑在少商面前演一场戏，好让少商看清楚自己对凌不疑的真心，并不会真的下重手，更不可能打残了。三皇子真的是有苦难言啊！不过皇帝和他的计策真的奏效了。看到凌不疑被打时一声不吭，少商愤怒后悔加心疼。因为求娶少商毕竟是凌不疑自己请求皇帝向程家提亲，他自己又不敢问少商的心意，怕是被拒绝，只能用这霸王的行径先斩后奏。程家和少商又不敢抗旨，凌不疑其实一直在试探少商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三皇子这一回审助攻简直是恰到好处。凌不疑杀父报霍家血仇，三皇子命少商御前陈情。凌不疑并非是凌侯的亲生儿子，他的亲生父亲其实是为皇帝平定天下、登上皇位、立下最大功劳的霍冲将军，而凌不疑的母亲霍君华是他的姑姑，也就是霍侯的亲妹妹，而霍君华嫁给了凌侯。凌不疑苦苦蛰伏，多年隐忍，就是为了给霍家全族报仇。可是事隔多年，收集证据困难重重，说不定凌侯早就毁灭了证据。凌不疑知道皇帝仁厚，就算有了证据，也未必会灭凌家全族，最多只是杀了凌氏3兄弟。思量之下，他决定自己动手。
他假传太子令，调动京城各处的守军，林家除了老幼妇孺，几乎全被诛杀殆尽。聪明的少商早就猜到了凌不疑的意图，提前给皇帝报信，却已经来不及阻止。皇帝派人捉拿凌不疑的将军，将凌不疑重伤入谷底。凌不疑几乎灭了开国功臣全族，背着这样的重罪，此时没有皇帝的首肯，没人敢去搜救凌不疑。三皇子不管不顾，怒火怔怔地跑去质问伤痕累累的少商，亏他待你一片痴心，你竟毫无情义地去告他，你这个凉薄自私的贱人！子胜对你掏心掏肺，你竟然有没有一点替他设身处地的想过？大难临头，你先想的是如何让程家置身事外，如今说的头头是道，条理分明，倒像是个局外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关心则乱，什么叫同生共死？你的血莫非是冷的？听到这话，少商满腹委屈和心痛，一股脑将心里话全部拱了出来。他挖心掏肺的待我，我就抛开身底，将心肝肺全部掏出来还给他。他救我性命，我就以性命相报。今夜我若救不了他，我就以命相抵，断不会贪生怕死。如果有一日我想死，那一定是因为我活腻了，绝不是因为要陪着别人去同生共死。凌不疑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可我还是我自己。正是由于三皇子的口不择言，让少商更加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一开始由自己对凌不疑的5分喜欢变成了8分爱，但这份爱还差2分。少商最后由三皇子带着去皇帝面前说清楚了霍家全族被灭门和凌侯通敌叛国的真相后，由三皇子在汝阳府邸外从汝阳王妃常拜的佛像中找到了证据，凌不疑这才被人从谷底救了上来。虽然凌不疑诛杀凌氏全族情有可原，但他脚趾撕掉军队，欺君罔上却是事实。皇帝虽有心偏袒，但却堵不了悠悠众口。最终，凌不疑被罚去了西北镇守边关，7年不得回京。少商也无法原谅凌不疑对自己的欺瞒和欺骗，凌不疑也无颜面对少商。凌不疑去西北之前，少商向凌不疑退婚了。凌不疑和少商的心结也吃了7年才解开。3. 凌不疑镇守西北边关，立功回京，三皇子错点鸳鸯。凌不疑去西北边关5年，就立了大功。皇帝龙颜大悦，召他提前回京。这边袁慎和少商感情进展迅速，已经定下了亲事。三皇子更加担心凌不疑了。得知当年的5公主伴读，骆家的小姐骆继通在凌不疑身边精心照顾了5年，他灵机一动，让皇帝为凌不疑和骆继通赐婚。三皇子以为凌不疑和少商2人各自成婚了，有了妻子和夫君，这样就可以桥归桥，路归路了。结果他又想错了，明明是想拆散他们，结果偏偏又成了沈助攻。凌不疑从来不喜欢骆继通，一直没把事情说透，只是为了给骆家小姐留下颜面。其实他一直在西北默默关注着少商和袁慎的动机，在背后为袁家处理了不少麻烦和危机。本来这次回京，凌不疑是想好好的祝福少商和袁慎的，可是一见到少商，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决定要把少商抢回来。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误会后，2人终于解开了心结。少商对凌不疑的8分爱终于变成了10分爱。在大结局中，少商终于对凌不疑说出了真心话：阿征，这些年来我做错了许多事，伤过你许多次，可是你从未对这人世间的真情心灰意冷过。你至情至性，心如赤子，是天底下最好的男儿。阿征，能遇上你是我3生有幸。三皇子每次都能够在关键的时候给凌不疑和少商的感情指明方向，当真是妥妥的月老。原著结局，之前的太子被废成东海王，三皇子最终也被改立为太子，的确是实至名归。他能得到凌不疑的全力相助和信任，也绝非泛泛之辈。他表面看上去薄情寡义，但是实际上他只是没遇到那个愿意让他毫无保留打开心扉的真爱而已。三皇子这样的人，如果有一天遇到真爱，只会比凌不疑更加懂得珍惜眼前人，因为他们的世界只有这一个眼前人。